但此事终究与你母亲有关，我也很难有立场再与你相交。诸位，既然蓝侍郎已经交出了主考官印，科举还当继续进行，改由本官代表礼部抽取金科考题。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等认为，礼部之人皆是蓝侍郎的手下，难保不会出于他的授意，代行这舞弊之事。那你想如何？科举若要继续进行的话，要保证绝对不可能有舞弊之事发生，尤其是抽题环节，须得绝对公正，毫无从中作梗的可能。我觉得换上你这人，诸位，众人既不放心，可自行推举一人前来抽题。3位大人及礼部上下皆无异议。我们刚才商量过了，若选一位士子上去抽题，也难免会落人口实。这样吧，我们选一位无关人士蒙眼抽题，以示公正。那你想选谁？就是那位在院中洒扫的老者，他无官无名，断不会与谁有利害关系。他是无关之人啊。杨伯。金科考题由柳太傅所出，以德定国为题，作策论一篇。科考开始。这个金虎先生的2道语音直指科举，还把蓝大人卷进来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臣子上面来考试，又是为什么呢？看来必须得尽快找到金虎先生，不如先从臣子上下手。
大少，这才1天就交卷了？早写完了。哎，公子，您尝尝点心，公子。赶紧走，后一放我一刻都不想待了。车呢？公子，那车给您停门口了。公子您一步。废物，停这么远干嘛？还得跑这么远？公子您息怒。主要这公园的护卫不让停。报名号了吗？我报了。养你们不如养几条狗。赶紧把车叫来。是。看什么呢？是陈子商家吗？陈子商。南侍郎这失职之罪是免不了了。事情闹得这么大，纵使你自请入狱，作为主考官，也难以向圣上交代。金湖先生扰乱科举，目的究竟是什么？那首藏头诗，难道只是为了污蔑我收受贿赂？进去吧。蓝大人，牛儿醒了要吃草，那边上面草儿好。开饭了。
蓝大人，你吃吗？蓝大人，你要是不吃的话，这碗我也吃了，有点饿。先放着吧，我待会儿再吃。那要快一点，不然一会儿就凉了。你到刑狱司坐牢，还能将吃食带进来，那都是托了蓝大人的福。之前您推荐我到安毒库做工，我便和这里的狱卒认识了，也多亏了他，才能跟您关到一处。本官自请下狱，是为了稳定科考的局面。你又是为何被关起来？陈子商死了。什么？我一直觉得陈子商没来考试很蹊跷，于是我便提前交了考卷，赶去他家，发现陈子商已经倒在井边，死去多时。看起来像是沐浴摔死的。这么说，这其中还有一点。奇怪的是，如果洗澡的时候摔倒，身体会本能的弓起，先用腰部、臀部着地，以保护头颈。而陈子商的腰部、背部、臀部均没有伤痕，这说明他在摔倒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反应能力。所以，凶手应是先将他杀死，再伪造成沐浴现场，摆出他失足跌倒的姿势。可惜现场被雨水冲刷过，大多痕迹都被破坏了。那依你所见，凶手会是何人？暂时还不知道，但是我发现了其他线索。我进入陈子商屋中，发现他把所有的行李都收拾好了，看起来不像是去公园，倒像是出远门。我疑惑间翻了翻他的书箱，发现里面除了书籍，还有些草稿。陈子商的底稿竟然和马林的答卷一模一样。本次科考的题目可是以德定国。大人怎么知道？在狱中这2日，我仔细思索了镜湖先生那道预言诗，发现这其中另有乾坤。你可带了纸笔？树人4可，竹鳌头。这4字竹去人，便是乙字。重路行遍新木明，这行字与心和木相冲，叠出的是德字。若无足定金相遇，这定若没有足够的金，便剩下右侧的定。空有正语，四方晴。空有正语，指的是没有边土可整治。这玉去掉土，即是祸，四方是口，二者相结合，便是国。这首诗表面讽刺科举舞弊，实则拆字解析，暗合考题，以德定国。没想到镜湖先生竟然把信息藏得这么深。我听陈叔说过，陈子商经常给人代笔赚钱，
所以便猜测，马林是提前得知的科举试题，找陈子商写了答卷。这底稿便是马林科举舞弊的证据。既是如此重要的证据，你为何不直接交给大理寺，而是来找我？此事牵扯科举，又和剑湖先生脱不了干系，所以无论是与公，还是与我们父辈之间的旧案，我都更希望交给大人。为此，不惜被关进刑狱司。其实也没犯多大事儿，就是跟官兵顶了2句嘴，被扣了个谋法纪的罪名，关2天。多谢。剑湖先生既然能在抽签之前就放出鬼友有鬼的预言，就说明陈子商的死和泄题肯定与他有关。不如我们先从这2个案子查起，或许查清楚了就能把他揪出来。张平，你来狱中将实情相告，我很感激。但是，离我立场终究不同。大人还是因为之前的事情记恨我吗？我父亲的事儿，罪不在你，我也不会再迁怒于你。但此事终究与你母亲有关，我也很难有立场再与你相交。我明白了，我自己查。南大人，太后传唤你，前吧。科举出了此等纰漏，臣身为主考官，难辞其咎。但是当日，陈子商无故缺考，臣担心有异，便差人去他家中探访，发现陈子商已于科考前夜遇害，而他家中这份手稿，竟与科举当日抽中的试题以德定国相对应。圣上，臣受蓝侍郎之托，从贡院调出了马连的答卷，的确与陈子商的文章一模一样。臣又在狱中拆解了镜湖先生的预言诗，发现这诗中也暗含此题。由此可见，科举舞弊确有其事，还望圣上太后彻查此案。蓝侍郎既是清白的，便不必再去大理寺了。谢太后。臣斗胆疑问，舞弊一事，应交何人处置？此事还待从长计议。幕后，儿臣看来，查出究竟是何人操纵科举，又是何人草菅人命，乃是当务之急。皇帝认为如今闹得还不够大吗？还要让朝廷公开承认存在舞弊，将置朝廷的威信于何地？太后，老臣以为柳太傅，那预言诗直指你出的考题，若要彻查，你难脱干系。老臣不怕查，相信王太尉窦尚书也不怕。臣也不怕，但臣以为，如今正闹得沸沸扬扬，理应大事化小，
先保住朝廷颜面，待风波平息之后，再慢慢调查。你，可是母后，这马连是国舅爷的乘龙快婿，您未来的侄女婿。若果真参与舞弊杀人，那我皇室颜面又该置于何地？更有甚者，会误以为我们是存心包庇，只怕有损您的威严。圣上所言极是，还请太后彻查此案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彻查到底。参与科举的一应官员、出题人、主考官、监考官等均有嫌疑，一律禁足家中，无职不得外出。母后英明。只是这窦尚书和王太尉都是出题人，刑部理应避嫌。那这主理权交给大理寺。太后容禀，臣近来身体抱恙，头昏眼花，是字也看不清，这提笔也费劲，万一耽误了查案，只怕是有损诸位重臣的名声啊！你还推三阻四，难道要让哀家亲自去查？太后息怒，臣遵旨。回家吧，以后别再顶撞官爷了。多谢。大人，这2日在牢中受苦了。不过没想到圣上竟会在朝堂上把您保下来了。看来我能当这个主考官，是圣上有意为之。那日我心上所言，圣上应是听进去了。大人，听说陶大人这次倒是利索，已经火速将马连收监了。但那马连过得还不错，好吃好喝，还没被提审过。以马连的家世，陶周峰不看僧面也会看佛面。若此案想靠他查明，难。那怎么办？查案咱们不擅长，此事又涉及王太尉和窦尚书，王大人也要避嫌。要不，还是找张平？没旁人的协助，就查不了了。准备准备，去趟公园。可太后也让您进组。循规蹈矩，如何突围？公园一定有我们需要的线索。我就进去看一眼，不会破坏现场。这事没商量啊！走走走。要是我能提供线索，能帮上忙呢？我们不管查案，只管看门，用不着你帮忙啊！无论什么忙，只要能让我进去，我都愿意帮。这……哎，你说咱搁这也站半天了，腰酸背疼的，也没人给咱哥俩弄口水喝。是啊，这天儿也黑了，这饭也没吃，你说怎么就没人给咱们送点酒肉？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去吃饭喝酒，我替你们看会儿。你说你也是在大理寺当过差的人，怎么官场上的这点事儿，这蓝大人就没教教你吗？啊？如果换作是蓝大人，他会怎么做？哦，你们是要钱对吧？你怎么还说出来？没事没事，咱认识他也不是1天2天了。就这些了。啊？就这么点啊？若想鬼友有鬼，何以得定国2道预言成真？一要确保陈子生抽到鬼友钱，
二要确保科举当日被抽到的是柳太傅出的题目。您的意思是，有人在抽签和抽题时分别做了手脚？大人，没人，进来吧。正是，抽签和保管试题都是少直纪文负责，他二人嫌疑最大。还有抽题的那个杨伯，也可以。可如今涉案人员都禁足在家，由大理寺派兵看守，咱们都接触不到啊。所以，才要从物证入手。大人，真是这卷轴有问题吗？我们哥俩快交班了，你赶紧的啊！我刚进来，就5文钱，你还要查点明天啊？至多1刻啊！大人，这试卷封条上的污迹是什么？霉斑。这墨迹上怎么会发霉？您是怀疑这霉斑跟舞弊有关？可抽题时杨伯蒙着眼呢，如何看见？抽题的时候应该还没有，否则众目睽睽之下，定会被人发现。可这墨怎么会发霉呢？这倒像米面上成了霉，我年少时常见。难道杨伯手上沾了米面，不慎蹭上去了？此卷轴再无其他异样，应该是此物的蹊跷。可戳到他的方法是什么？若破解不出，光凭一个霉斑也无法定谁的罪啊！如果是张平，他会怎么查？奇怪，这些石头底部没有被雨水冲刷过，应该是脏的才对。为何只有这块底部干干净净，像是有人刻意冲洗过，再放回去的？踩踏痕迹。这里有可能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养你们不如养几条狗，赶紧把车叫来！哎，是。